间好的房子应该是坐北向南，而你这间却是坐南向北，刚好倒过来。你的麻烦事啊，就像海浪一样的汹涌而来呀，挡都没有办法挡的。这间屋子里起码还要死3个人。你家里有多少人呢？3个。哦，那就灭门大祸了。我的名字叫肖玉龙，是一个皇家警察。虽然表面上十分风光，但实际上只能保证温饱。眼看妻子就要生2胎，所以我就想租下一间便宜房子。中介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房子。你说值多少？7000？不错，是7000，不过可以租2间。哦，这么便宜划得来哦。是啊。就在我和中介砍价的时候，妻子发现了不对劲。哎呀，名副其实的背山面海呀，对着那么多山坟，还是别租了吧，要对着这些鬼。可是面对少一半的租金，我还是硬着头皮把房子租了下来。就在老婆怀孕这段时间，我又认识了一个新女朋友，她的名字叫小凤，非常合我的心意。我们2个开车到野外聊天，被一个老警察破坏了兴致。老弟，别说我没告诉你啊，你车子前台有一半突出上边了。你别吓唬人啊！别摇得这么大力，小心连命都没有了。与此同时，妻子丽珍独自来到医院做产检，知道我一直想要个儿子，就开始询问医生。医生指着屏幕告诉他，有60%可能是儿子。丽珍十分开心，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。可就在她要回家的时候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请你让一让。丽珍被送到医院以后，她告诉我她在回家的时候被鬼推下楼。我以为是她怕我生气，故意编的瞎话，于是就狠狠教训了她一顿。你自己不小心在楼梯口摔下来，把儿子摔掉了，就编一个故事来骗我。我最恨人家做错了事还不承认。别哭了，你还哭？你再哭我就要控告你，告你谋杀，谋杀我儿子。丽珍出院以后，怪事又发生了。丽珍去厨房做饭的时候，发现厨房里居然多了2个人。妈妈，我也吃。丽珍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得抱起女儿就向楼下跑去。当丽珍跑到楼梯口的时候，胡果提醒她：“这孩子是谁？怎么没见过？”丽珍被吓得把小孩丢给胡果后，又跑上楼寻找女儿。幸运的是，女儿并没有出现意外。可是家里的电视机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爆炸了。另一边，我们在外边拆除违章招牌的时候，一个叫苏珊的女人十分抵触，她誓死要保护自己的金字招牌。为了在上司面前表现，我主动请缨上前劝说苏珊。起初一切正常，苏珊也跟我相谈甚欢，还拿出了她好姐妹的相片跟我炫耀。可当她发现我身上带着枪的时候，突然情绪激动，更是脚下一滑，从上面摔了下来。我急忙一把将她接住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楼上的天线将我们2个缠绕，直接掉下了楼。幸运的是，我差一点摔到地上，并没有受伤。可苏珊却倒霉了。回家以后，我就感觉脊背发凉，急忙掏出手枪警戒，靠近一看，原来是丽珍。奇怪的是，此时的丽珍居然没有戴眼镜。她告诉我在电视机上见到了我和苏珊，然后就扭头去了卧室。可当我看向电视机的时候，发现电视机已经报废。当我想要再问得清楚的时候，才发现丽珍已经睡着了。次日我下班回家以后，发现丽珍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你回来了，我做了西餐给你吃。丽珍根本不会做西餐，家里的家具布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更是发现近视500度的丽珍居然没有戴眼镜，并且比以前变得更加温柔。在我和丽珍交谈的时候，女儿貌似被一个奇怪的小孩带走。很快我也发觉到了不对劲，女儿的房间居然传出了2个人的声音。于是我就来到女儿的房间查看，发现只有女儿一个人在玩玩具。以后我就询问她刚才跟什么人说话，女儿却跟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爸爸，你以后对妈妈要好一点。走出女儿房间后，我发现丽珍居然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，似乎不记得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女儿上学以后，经常欺负她的小胖又来欺负她。吓唬我，你欺负我，嘿！啊！
很快我就被叫到了学校。原来经常欺负女儿的小胖被女儿打成了猪头，可是我根本不相信女儿有这种能力，就跟老师和小胖的母亲吵了一架。就在我接女儿放学回家的时候，女儿又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你骗我，我知道你找女人。我只当她是童言无忌，并未在意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神秘人也盯上了我。送下女儿后，我就开始跟女朋友小凤约会。下班以后，我带着同事李雷回家吃饭，发现丽珍正和女儿说着一些奇怪的话。我们明天再到码头去等他，好不好？如果等不到呢？那就不等了，以后他也见不到我们了。他会不会打仗死了？不会的，我知道他还没有死。就在此时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在看向丽珍的时候，她已经恢复了正常。随后我便和李雷来到厨房做饭，对面一个烧纸大妈指向了我们的窗户。我和李雷低头一看，被吓得大惊失色。次日，发现我脸色不对劲儿的李雷就要把警队里的大师介绍给我。见到大师以后，我发现他正是那天破坏了我和小凤聊天的鬼王德。随后德叔便带着他的徒弟小王来到了我的出租屋。你是12月12日5时搬进来的？是。破日不宜动土。完了，你老婆属鼠，鼠就是子，子午相冲啊，不好了，你老婆搬进来以后应该不久就死了。那我老婆就是鬼了。你老婆有没有怀孕呢？有，她本来怀了孕的，后来不小心从楼梯掉下来就小产了。那就恭喜你了，这个胎替你挡了。这只是第一关呢，因为你杀气没过，刚巧今年这个月是五黄入宅，杀气最重，所以子伤是难免的。别说这间屋子的鬼欺负你，就算是蚂蚁啊，也会欺负你的。那我们先别说人，这间屋里任何生物都没有办法生存。你看这缸鱼就有2条死了。哎呀，你在这挂一面镜子，哎呀，这块镜子刚好射穿这间屋子啊，这间屋子充满了杀气。哎，这个柜角啊，正好呢，它冲着神位，还有这个洞，坏就坏在这个洞，一定要封掉它，封掉它，对，啊，这个书架啊，就用这个书架呢来挡掉它。哎呀，小老弟啊，你别老顾着塞外面的洞啊。听到德叔的话以后，我也是大惊失色。我立刻意识到，前段时间力争挪动了家里的家具，才改变了这里的风水格局。李雷提议立刻改变家具的摆放位置，可小王却告诉我们，改风水也要结合时辰，最快也要今天晚上11点05分。随后德叔更是说出了对付丽珍的方法。你老婆是属鼠的啊，你去找一只老鼠回来，因为在12生肖里面，马、牛、羊是克老鼠的，你当然不会搬这么大的动物回来了。找只猫回来不就行了？猫是绝对行的，可是呢，这只鬼太厉害了，普通猫是克不住的，最好找一只会飞的猫回来。飞猫？那就是包头鹰。那别多说了啊，我们马上分头去找。随后大家就各自准备各自的东西，转眼间来到晚上11点，大家都做好了准备。就在此时，丽珍突然回到了家中，为了不引起她的怀疑，所以大家都装作在打麻将。德叔看了看表，吉时已到，立刻安排人开始行动。果然风水格局被改变，附身在丽珍身上的鬼魂也感觉到了不适，他立刻上前阻止众人挪动家具。德叔灵机一动，开始忽悠丽珍。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30年前在这间屋子里发生过的一件命案？啊，记得，每件案子我都记得的。我还记得当年这间屋子的家具是怎么摆法的。哦，那你说给我听听。我记得当年这间屋子的家具不是这样的摆法。怎么摆的？摆给我看呢？摆，并且安排大家继续挪动家具。就在丽珍从回忆中清醒的时候，已经被德叔锁在的窗户上。可此时的丽珍已经变得力大无穷，直接将窗户上的护栏拽了下来，手中的黑狗血也被打飞。幸亏小王及时投球命中，把黑狗血泼到了丽珍身上。眼看丽珍失去了行动能力，我还以为今晚的行动成功了，可下一秒被上身的女儿就冲了出来。只见女儿用眼神控制着书柜，撞向德叔和小王。
两人被书慧撞出了窗户，李雷也被清醒的丽珍一脚踢飞。我只好拔出手枪，放出了猫头鹰。猫头鹰果然是他们的克星。很快，附身的丽珍和女儿身上的鬼魂就被吓跑。此时，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不应该图便宜租下凶宅害了妻女。把丽珍和女儿安排到酒店以后，我就收到了小凤的传呼。此时我也感觉到了心中有愧，感觉对不起丽珍，于是就跟小凤提出了分手。小凤还想用言语来激我，让我留在她身边，可是我心意已决，果断地离开了她。随后我便回到了酒店，可一进门仿佛来到了另一个空间。我猛然一下被惊醒，原来刚刚只是一个梦。就在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，眼前的丽珍突然变成了一个长毛怪，抓向了我。我被吓得逃出了酒店。在路上，一个阿三用不明液体泼向了我，我一个机灵就清醒了过来。随后阿三便带我来到了他的住处，并且给我讲了凶宅里女鬼的故事。原来她的名字叫露西，之前是天马酒吧的把女。20年前她与来这里度假的老外阿天相会，她本以为阿天会带她出国，阿天只是跟她逢场作戏。阿天走后不久，露西就发现自己怀有身孕。可就在不久之前，阿天突然身患怪病，并且一直梦到露西一直缠着他，所以他委托阿三回到香港寻找露西和他的孩子。听完阿三的介绍，我也十分担心丽珍和女儿会受到伤害，于是便跟着阿三来到了天马酒吧调查。酒保拿出了20年前露西给阿天留下的信，由于阿三不识字，我就把信的内容读给了他。阿天，我对你的爱已经晚了，你回来也没用。我跟你有一个儿子，已经6岁，你不要妄想带他回美国，因为我带他一起走，我会叫我儿子亲手杀死你。我跟我儿子死那天就是你的生日，也就是9月19。一看到日期后，我大惊失色，因为我的生日也是9月19。阿三告诉我，肖先生，明天9月19，露西会出来杀死你，你千万不能死了，不然的话 Tim 也一定断命，而你的妻女也难逃厄运。我只好配合阿三一起对付露西。首先我们在墓地里找到了露西的坟墓，然后又回到凶宅。阿三用灵体探测器找到了露西儿子的尸骨，尸骨的手上还攥着阿天的雕像。阿三解释道，因为露西一定要用他的儿子来杀死阿天，他等到今天就是要回来跟儿子一起联手来杀死他，也是杀死你。我们几个人一定要用这套干事引他出来。随后阿三便拿出了他的法器，念咒施法后一下扎进了尸骨的身体内。远处附身在女儿身上的鬼魂受到了攻击。就在我们用符咒将挖出尸骨的破洞封起来的时候，露西带着孩子赶到了监控前面的阿三，立刻打开了破洞里的录音机。就在露西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，被事先准备的机关锁住。阿三立刻按住按钮，发动机关，电流顺着铁链传到了露西身上。我先是把女儿放到安全的地方，又回去帮忙。此时的露西已经显出了原形，将李雷控制住。我和助手想要抢回李雷，李雷的手臂反被露西扯断。在监控里看到这一幕的阿三立刻加大了电流，倒霉的李雷直接被一起电晕。此时阿三在监控里指挥我取了露西的血液，然后来到乱葬岗，把血液泼在露西的尸身上。可就在此时，意外发生了。清醒后的女儿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在她要靠近妈妈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踩到了露西的血液。监控里的阿三见状，急忙出来营救女儿。露西也趁着这个机会偷袭了阿三。危急时刻，女助手推开了窗户，露西一见到儿子的尸骨就要被焚化，急忙冲了过去营救儿子。阿三也趁着这个机会将火力开到最大，可是由于温度过高，很快就出现了系统故障。当我赶回时，恰好看到了露西要抓走女儿，我急忙冲上去将女儿抢了回来。阿三用最后一口气启动了卡车的自毁系统。就这样，露西和他的儿子被消灭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得救了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